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彩虹马甲。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衣服有多个尺码，都分为主体和装饰。先制作主体，再完成装饰并组装。下面我以小马图解为例进行讲解，不同尺码会单独说明。先学习主体，分为身体、胸片、钩边。先钩织身体，完成后钩织胸片，最后缝合肩部位置。先学习身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用到的针法有长针1针放3针、长针和锁针。下面请看演示。在正式钩织之前，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我用其他颜色做演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先对照图解，取出对应钩针和线材，然后锁针起针。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从中指和食指之间穿过，用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2点之间活动，把钩针放在线的下方，逆时针绕线，用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接着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将线从线圈中勾出，拉紧线头，注意钩针上的这个线圈要稍微松一些，大小合适，方便后面钩织。起针的这个结不算1针，接着开始钩锁针，绕线，将线勾出，一个锁针完成，再绕线，将线勾出，这是第2针，继续钩织，绕线，勾出，这是第3针，绕线，勾出，这是第4针。起针要稍微松一些，不然后面不好挑针。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1针。锁针背面的这根线叫做里衫。钩针上的线圈不计入针数。继续往下钩，5针、6针、7针，后面就是大家按照各自尺码的起针数钩完即可。
我这里起针数较少。最后一个锁针完成后，取出记号扣，在最后一个锁针上扣一个记号扣标记，调锁针上方一根线标记。没有记号扣时，也可以用回形针或者别针代替。起针完成后，接着钩第一行，拉大线圈，取出钩针，然后按照图解取出对应型号的钩针，开始钩身体第一行，钩针穿入线圈，调整线圈大小，先钩3个锁针起立，1、2、3，这3个锁针算作一针长针。我们在第3个锁针上扣记号扣标记，调锁针下方一根线和里山标记，也就是这样的2根线。这3个锁针对应的是倒数第4个锁针，也就是左侧第2个记号扣。在倒数第6针上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也就是在同一位置上钩3个长针。先钩第一个，钩针绕线1圈，调锁针上方一根线，也就是这样的一根线，穿入，绕线，将线钩出。现在钩针上方有3个线圈，绕线，钩针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钩针上还剩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钩出。这样第一个长针就钩好了。右上方的辫子就是对应的针目，就是这样 V 字形的2根线。接着钩第2个，钩针绕线1圈，穿入刚才钩长针的同一位置，再绕线，将线钩出。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重复2次，一次、2次，这样第2个长针就钩好了。继续钩第3个，按照第2个长针的钩织方法钩织。第3个长针完成。这3个长针完成后，第一个长针1针放3针就钩好了。左侧空2个锁针，在第3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3个长针。
1个、2个、3个。这样，第2个长针1针放3针完成。继续左侧空2个锁针，在第3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这样，第3个长针1针放3针完成。继续左侧空2针，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后面就是按照空2针，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的规律，钩完这一行。最后一个长针1针放3针完成后，我们在最后这个长针针目上扣记号扣标记，大家也可以不扣。这样第1行完成。我们将起针线头在左手的这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大家可以在正面挑任意几根线，扣记号扣标记。接着钩第2行，立3个锁针起立。这3个锁针算作1针长针，挑2根线，扣记号扣标记。翻面，挑左侧长针1针放3针之间的空隙，也就是在这个大的洞眼里钩3个长针。第1行最后这个针目上的记号扣可以取下。完成后，下一个长针1针放3针之间的空隙钩3个长针。后面
就是在这样的空隙处钩长针，一直钩完起立针前面这个空隙处。现在来到了这个位置，调左侧长针1针放3针和起立针之间的空隙钩3个长针。第一行起立针上的记号扣可以取下，这样第二行完成。下面来钩第3行，钩织方法与第二行一样，立3个锁针起立，标记，翻面，左侧空隙处钩3个长针，下一个空隙处再钩3个长针，后面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在空隙处钩3个长针，一直钩完起立针前面的这个空隙处。最后调左侧长针1针放3针和起立针之间的空隙钩3个长针，这样第3行完成。继续钩第4行，大家按照第3行的钩织方法钩织。一直钩完倒数第2个空隙，在最后这个空隙处钩3个长针，完成后，因为下一行需要换色，最后一个长针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
1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第4行完成。接着测量一下织片的尺寸，如果与图纸标注相差过大，需要调整手松紧或者更换钩针型号，重新钩织。下面来钩第5行，将织片翻面，然后对照图解取出对应颜色，打一个活结。钩针穿入上一行，针后这个长针针目，也就是这样的2根线，找不清就翻到正面找一下。接着穿入打结的线圈，将线勾出，调整线圈大小。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大家记得扣记号扣标记，我这里就不标记了。左侧空隙处钩3个长针，断线和接线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藏一下。下一个空隙处再钩3个长针，后面就是按照图解一直钩完这一行。这样第5行完成。第6行到第8行，大家就按照第2行到第4行的钩织方法钩织即可，也就是每一行完成后，立3个锁针起立，然后翻面，在空隙处钩长针。我这里已经钩好了，最后一针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后面没有特殊说明时，都是这样正常断线即可。线头没有藏完，我们后面再藏。前8行完成后，我们可以发现是4行一换色。第9行的接线方法就按照第5行的接线方法接线即可。然后按照图解正常钩织。
身体后面行数钩织方法和前面相同，注意换色，因为有多个尺码的原因。小码和中码身体最后一个颜色只钩2行即可。然后最后一行完成后，不断线。大码最后一个颜色是钩4行，并且断线。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这样身体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身体完成后，下面学习胸片。小码和中码因为身体最后一行完成后不断线，所以就直接钩织右胸片即可。大码最后一行断线，所以右胸片是需要重新接线钩织。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的左右来区分的。所有码数的后胸片和左胸片都是需要重新接线钩织。最后缝合肩部。下面请看演示。取出身体织片。这里说一下，小码最后一行的最后一针只钩一个长针即可，剩余尺码都是正常钩织。然后翻到正面对着自己，也就是第一行的正面对着自己，对照图解，将后胸片和左右胸片的连接位置和最后一针的入针位置扣记号扣标记。我这里是以小码图解为例进行讲解，其余尺码大家对照图解标记。也就是用记号扣隔开了这3个区域。接着大家钩织右胸片，没断线的尺码就直接立3个锁针起立，然后翻面钩织。断线的尺码就翻到最后一行的反面，重新取线，接线钩织。3个锁针完成后，大家按照图解一直钩完右胸片最后一针，也就是左侧第1个记号扣位置。记号扣位置只钩一个长针，这样相当于结尾减针，形成腋下位置。这样右胸片第1行完成，记号扣暂时不取下，接着钩第2行，立3个锁针起立，翻面。
条左侧。第二个，空隙处钩3个长针，也就是这个大的锁针洞眼里钩织，不在最后一针左侧这个小的洞眼里钩织。这样开始相当于进行了减针。接着大家按照图解钩织。最后一个洞眼里只钩一个长针，这样也减针了，形成了倾斜的弧度。这样第2行完成。小码和中码断线，大码不需要断线。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先开始两侧减针钩织几行，接着开始一侧减针，另一侧不减针钩织几行，然后开始不加不减钩织几行，注意换色。最后一行完成后，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这样右胸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左胸片和右胸片是对称钩织的，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左胸片最后一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后胸片是先两侧减针钩织几行，接着不加不减钩织几行，然后在两侧钩织几针，中间不钩织，形成后领窝。大家也是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最后直接断线即可，这样胸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接着将左右胸片最后一行与后胸片最后一行缝合。主体第一行正面朝外，大家可以按照图纸上的缝合区域用记号扣标记。如果大家分得清楚，也可以不标记。先缝合右侧，将右胸片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挑后胸片缝合区域的第一针，和右胸片最后一针卷针缝合。挑针目，一针对应一针缝合即可。最后一针多缝2次，固定牢固。
最后在织片反面打结固定。大家多藏几针，这样右侧就缝好了，形成了肩部。接着缝合左侧，也是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然后一针对应一针卷针缝合。这样左侧也缝好了。大家将其余线头都藏好，这样胸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胸片完成后，下面学习钩边，分为衣服钩边和袖口钩边。先学习衣服钩边，是在起针位置接线，先来回往返钩织，接着绕圈钩织，完成后钩织袖口钩边。请看演示：取出主体，找到起针位置，起针位置朝上，身体朝下，找到最后这个长针一针放3针，我用这个小样指一下位置，也就是这里。从它的入针位置接线，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接着在接线的位置钩一个短针，短针的钩织方法就是钩针穿入，接着绕线钩出。现在钩针上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钩出，这样一个短针就完成了。右上角就是其针目，大家可以扣记号扣标记，我这里不标记了。接着调左侧锁针动眼，钩一个短针，穿入，绕线钩出，再绕线一次钩出，这样第2个短针完成。同一位置再钩一个短针，
这样第3个短针完成。左侧长针1针放3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左侧锁针洞眼里钩2个短针，后面就是按照在长针1针放3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锁针洞眼里钩2个短针的规律钩完这一行。最后一个短针钩在左侧记号扣位置，也就是第1行起立针对应的那个锁针。这样钩边第1行完成，起针位置的记号扣可以取下了。接着钩第2行，立3个锁针起立。翻面，这3个锁针算作1针长针，对应下方第1个短针针目。接着从第2个短针开始，挑针目1针对应1针钩长针。注意，因为织片翻面了，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这样第2行完成，下面来钩第3圈，立1个锁针起立，翻面，挑左侧长针针目依次钩短针。大家在第1针上扣记号扣标记。最后一个长针针目钩完后，挑左侧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钩一个短针，也就是记号扣位置。旋转织片，整个挑起第2行的起立针钩2个短针。如果大家觉得这里洞眼较大，可以挑在长针上。接着在左侧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
在它的入针位置上钩一个短针，然后挑身体第一行的起立针钩2个短针。从这里开始，后面在钩织短针时，可以增加短针数量，使织片平整。接着挑左侧的长针钩2个短针，后面就是在每一行上钩2个短针，一直钩到右胸片最后一行。接着在缝合位置钩一个短针，挑左侧后胸片最后一行的起立针钩2个短针，然后挑后胸片后领窝位置，在长针针目上一针对应针钩短针，完成后，在左侧后胸片最后一行的最后一针上钩2个短针，缝合位置钩一个短针，接着在左胸片每一行边缘钩2个短针，一直钩完身体第一行。接着挑左侧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左侧挑整个长针钩2个短针，这样第3圈最后一针完成。最后挑第3圈第一个短针针目钩引拔针连接，穿入，绕线一次从钩针上的线圈穿出，连接的引拔针可以稍微拉紧，这样第3圈完成。下面来钩最后一圈，这一圈大家钩的稍微松一点，直接空3针。如果觉得有点拉扯，大家也可以空2针。在左侧第4针针目上钩2个长针，第一个长针可以扣一个记号扣标记，2个锁针，长针的入针位置再钩2个长针，我们将这4个长针和中间的2个锁针看作一个扇形花样。接着空4针，在第5针上钩一个扇形花样，也就是先钩2个长针，接着钩2个锁针和2个长针，然后又空4针，钩一个扇形花样。注意，在钩的时候不要钩得太紧，要使织片平整。后面就是按照
空4针，勾一个扇形花样的规律，一直勾到拐角位置前。现在来到了这个位置，空4针勾一个扇形花样。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花样拐不过来，就可以退回去，空2针或者3针勾一个扇形花样。接着空1针或者不空，在下一针上勾一个扇形花样。空的针数可以按照自己喜好钩织。完成后，后面就是按照空4针勾一个扇形花样的规律，一直勾完这一圈。快到结尾位置时，也可以按照另一侧拐角位置增加花样的方法钩织。最后挑第一个长针针目引拔连接，断线藏线。这样衣服钩边就讲完了。衣服钩边完成后，下面来钩袖口钩边，是分别在两侧袖洞位置钩织。我先演示右侧袖口钩边，取出线材，按照图解找到接线位置。我这里是以小码的图解为例进行讲解，其他尺码大家可以先看演示，之后再按照图解钩织。接线完成，立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接着就是按照图解钩织即可。
短针的数量可以调整，只需要使织片平整即可。并且缝合位置上也钩一个短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一圈完成。接着钩第二圈，第二圈的钩织方法与下摆钩边最后一圈相同，直接按照空4针钩一个扇形花样的规律钩完这一圈。如果最后空的针数不够，可以多空或者少空1针。大家将线头藏好，这样一侧的袖口钩边就讲完了。另一侧袖口钩织方法与这里相同，第一圈短针数量要一致，大家直接钩织即可。这样袖口钩边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这样主体就讲完了。最后取出扣子，在门襟这一段均匀放置3到4颗。扣子大家也可以参考产品图位置放置，剪一根30厘米的线，我缝在左手这一侧门襟处，花样上，从钩边反面出针，留一点线头不要拉过。接着取出扣子，穿入一个洞眼，从反面穿入，再从另一个洞眼穿出，并穿过钩边，稍微松一点点，再缝一次。
最后与预留的线头打结固定。藏好线头，这样一颗扣子就缝好了。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其余扣子也缝好，注意要均匀分布位置。最后扣上。